2025年精品咖啡的市场需求分析报告。报告围绕以下6个问题，分析目前精品咖啡市场发展的前景与实用性，在全球精品咖啡的消费习惯与群众接受程度，分析目前国内咖啡消费市场是以什么品质咖啡作为主导，能持续发展咖啡行业应该以什么作为基础等进行论述。文章使用互联网的数据对比进行分析，分析咖啡消费者对于咖啡的真切需求，咖啡农在种植加工中的实际情况。精品咖啡市场调研报告参考信息。关于全球饮用精品咖啡群体占咖啡消费群体总量的比例与产量和总价值的统计。精品咖啡店里面的消费群体并不都是喝精品咖啡，无论从质量上的认知及对于精品咖啡的品鉴与需求。精品咖啡店的增长不代表饮用精品咖啡的人群增长。以全球精品咖啡协会的标准来实行精品咖啡全球化或者普及精品咖啡的饮用，这属于伪命题吗？5. 如果精品咖啡不可持续发展普及，那么学习精品咖啡的制作过程知识，这有什么意义？6. 欧美发达国家是咖啡消费大国，他们对于精品咖啡文化普及程度怎么样？除了少数品牌提倡精品咖啡豆，大多数商家使用的都是商业意式拼配咖啡豆，这能代表饮用是精品咖啡吗？如果每天饮用不是所谓的精品，但是消费者都能接受，那么精品咖啡的推广有什么意义呢？精品咖啡市场发展前景与实用性分析报告摘要。本报告旨在务实地分析全球及中国精品咖啡市场的发展前景与实用价值。报告首先界定了精品咖啡普及化的伪命题本质，承认其在物理和经济上的稀缺性，进而论证了其在提升行业标准、推动消费升级和解决产业可持续性方面的不可替代的意义。通过对全球成熟市场欧美与新兴市场中国的数据，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市场由品质升级型商业咖啡主导，而非严格的精品咖啡。最终论证，咖啡行业持续性健康发展的基础应建立在以精品标准指导的品质控制体系和保障咖啡农收益的道德供应链之上，而非一味追求高端精品咖啡豆的销量。引言：从理想主义到商业现实，精品咖啡 （Specialty Coffee） 自诞生以来，便承载着高品质、可持续性、风味卓越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面对全球每年数百万吨的咖啡消费总量，以及消费者对价格和便利性的核心需求，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现：精品咖啡的全球化普及是否是一个伪命题？本文将抛开夸大市场预测，结合行业数据和供应链的实际状况，深入分析精品咖啡的实用价值和未来发展基础。第一章：全球精品咖啡的消费现状与伪普及的真相。1.1 精品咖啡的价值与产量的结构性矛盾。对应问题1和2。价值占比高，产量占比低，精品咖啡在全球咖啡市场中呈现出典型的高价值、低产量结构。行业估算，精品咖啡占据了全球咖啡总营业额的约30%，但这部分高价值的产品从咖啡豆产量却只占全球总产量的10%到20%。
物理稀缺性，真正的精品咖啡豆 SCA 杯测评分80分以上，特别是85分以上的高端豆，对种植环境、海拔、气候、土壤、采摘和处理技术有着严苛的要求。这种品质难以大规模工业化的复制和供应。数据支撑理论，考虑到全球咖啡60%以上的产量是阿拉比卡豆，而只有其中品质最优质、无瑕疵的部分才能达到精品级。10%至20%的产量占比是基于物理条件的客观限制。1.2 全球饮用群体的渗透率分析，对应问题2和6。欧美市场高文化渗透率与商业咖啡的主导地位，文化普及度高。欧美国家作为第3波咖啡浪潮的发源地，精品咖啡的文化和知识普及度较高。例如，美国50%以上的成年咖啡消费者都饮用过精品咖啡，体现了高渗透率。目前消费现实，然而日常高频消费的主流依然是大型商业连锁咖啡，如星巴克、Costa 提供的意式拼配、拿铁、过滤咖啡等。这些咖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风味一致性和效率，大多使用品质合格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精品豆的拼配豆。结论：欧美市场实现了精品咖啡文化的普及，消费者知道什么是好咖啡，但日常饮用85分以上精品咖啡豆的群体仍然是少数派。新兴市场中国，快速增长的品质升级型消费群体。初期数据，中国咖啡消费的绝对值和人均消费量仍远低于欧美、日韩等成熟市场，但增长率极高。精品咖啡店增长，中国精品咖啡店门店数占比已达接近28%。2020年8月数据，这体现了供给侧对品质升级的快速响应。人群界定，中国消费者对咖啡的需求是从功能性提升向精神性、社交体验发展。大部分消费者寻求的是比速溶好、比星巴克更有性价比和个性的现磨咖啡，而不是品鉴85分的单品黑咖啡。1.3 精品咖啡店增长的本质体验而非品鉴，对应问题3。门店增长不等于精品饮用者增长，这是一个核心的认知误区。精品店是品质升级的载体，大多数消费者进入精品咖啡店是为了获得更好的门店环境、更专业的人工服务、更有设计感的饮品，以及品质更高的牛奶咖啡。他们消费的是精神体验和升级版商业咖啡。黑咖啡销量是试金石，真正的精品咖啡需求应该体现在单品手中黑咖啡的销量占比上。如果一家精品咖啡店80%的销量是牛奶和风味糖浆，那么它的增长代表的是极致饮品市场的增长，而非精品咖啡品鉴市场的增长。第2章，精品咖啡全球普及的伪命题分析与实用性。2.1 以 SCA 标准推行普及化的物理限制，对应问题4。结论：以全球精品咖啡协会 SCA 的严格品质标准，80分生豆、精确的烘焙度、萃取等来推行全球普及，是一个伪命题，不可调和的矛盾。SCA 标准品质极度追求品质、科学、精确、道德、高成本；大众普及商业极度追求效率、便利、低成本、规模化、一致性。
这两个目标在经济和物理上是不可调和的。SCA 的标准旨在定义行业的最高水平，而不是行业的平均水平。如果强制普及，要么品质降格，要么价格暴涨，均无法实现全球大众的消费。2.2 精品咖啡的实用价值与不可替代的意义。既然不能普及，那么精品咖啡的推广意义和实用价值体现在何处？对应问题6的延伸。精品咖啡的推广意义作为灯塔，务实的实用价值体现：一、品质基础提升牵引作用，它是行业品质的天花板。它的存在迫使商业咖啡如大型连锁，为了避免被消费者淘汰，必须提高自己的咖啡豆等级、烘焙和萃取技术，从而实现了整体市场地板的抬升。2、可持续发展与道德供应链作用。精品咖啡运作推动了直接贸易和可追溯性，它确保了咖啡农的收入高于大众交易价，保障了咖啡农的长期生计，减少了因低价导致的弃种，是咖啡产业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3、创新与科技的驱动作用。精品知识是咖啡行业的高级科学，它为咖啡师、烘焙师提供了进行产品创新和风味研发的理论基础。所有高阶的咖啡特调和创意饮品都建立在对精品咖啡风味特性的理解上。未完待续。